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一个盖棺3年多的人被他亲手重新抬了出来。可棺材盖一掀开，第一下先砸在他自己头上。8月11号起，央视一套晚8点黄金档1晚2集，江泽民刚播完。片子里有一段，现在看特别扎眼，邓小平退了，江泽民后来也退了。2004年9月1号，78岁的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封信当年是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总书记交了，国家主席交了，最后拖也拖不下去，军委主席也交了，江泽民再怎么不情愿，也是把权都交出来了。那今天的问题就来了，你习近平为什么不交？这就是他把江泽民重新请回人民大会堂之后最尴尬的一幕。他用了14年打造新时代，改掉接班规矩，打掉江派，敲打曾庆红。可到了今天，自己下面的人一个一个出事儿，他突然发现，真正还能替他说句话，替他挡一下清算的，恰恰还是当初支持他上台的那批人。所以最近几个月，墙外一直在传一件事，习近平在重新找江家。4月底去上海，7月又去上海，到了8月，干脆把江泽民的100年纪念搬进人民大会堂。可江泽民这块牌子，你要借第3代的合法性，那份合法性恰恰是他拿交权换回来的。今天上午退下来的正国级老人一口气到了13个，温家宝来了，曾庆红来了，王岐山也来了，可缺了2个人，一个胡锦涛，另一个李瑞环。有意思的是，温家宝和胡锦涛没去北戴河，替他们俩跑腿的就是李瑞环，这一次跑腿的没来。这份名单怎么读？温家宝人到了，是元老还愿意给习近平留一个台阶。可别忘了，习近平办这场大会真正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胡温那边松一句口，清算可以停了。今天能拍板说这句话的胡锦涛没来，能替胡温传这句话的李瑞环也没来。那他为什么明知道这块牌不好打，还非得打？因为下面的人已经快清光了，福建在他，何立峰身边在出事，蔡奇开始被传出要把中办主任这个位置让出来。更损的是，他跟江家的旧账还不止政治这一笔，里头还有2个女人，一个叫彭丽媛，一个叫宋祖英。第一夫人和第一情人那笔20多年的旧账，也被他这一把棺材盖全掀了出来。这笔账先记着，先看他今天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他的人正在一个一个往下掉。辛保安、郭文清那些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今天不再重讲。真正的新变化是刀已经往习近平最里面那几层走了。先看福建，习近平在那里待了17年，蔡奇、何立峰、王小洪、黄坤明这一批人多少都绕不开福建。8月7号，中纪委发通报，福建省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功接受审查调查。5天以后，南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任上被查。5天之内，2个案子都落在魏小奎接任福建省纪委书记之后。魏小奎不是福建人，在江西的纪委系统干了大半辈子，江西省纪委副书记。2024年10月空降福建当副省长。今年6月8号，中央批准他进省委常委班子，接省纪委书记。中共办案有个老规矩，查一块地方不用这块地方自己的人。这把刀从江西调来，本身就是一句话，上面不信福建的自己人。他上任不到2个月，泉州、南平接连出事。按墙外这套叙事，魏小奎是温家宝2024年重新出来主事以后，在福建钉下的第一颗钉子。再看一条还没有官宣的原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今年4月3号，官方宣布免去他厦门市委书记的职务，接任的人是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空降下来的。
那场宣布会还是崔永辉自己主持的。当时墙外被看作习策放风管道的账号说，他要转去当福建省委统战部长，手续正在国务院办公厅走。到今天，这个另有任用一直没有兑现。墙外爆料说，8月7号上午，崔永辉被纪委带走了，官方没有通报。崔永辉是20届中央候补委员、厦门市委书记，这两个身份摞在一起，您就知道这一刀砍在哪儿了。习近平政治生涯开始的那座城市，前任一把手，同时还是中央委员会名单上的一张递补票。到8月15号，连被墙外视为习策放风管道的账号也开始放出一个数字：福建最近有10几个正厅级以上干部被约谈、被调查。习近平经营17年的福建老底子开始往里塌。再看何立峰，他下面那条财政、金融、发改系统的铁杆亲信也没有剩多少了。从今年春天以来，郑肇杰一直就很危险。4月25日，5号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调查，这人就是郑肇杰、何立峰的人马。而何立峰本身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放到财政金融口最重要的人之一。甘肃这边更直接，8月14号，中纪委官宣，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主动投案。程晓波之前是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出身。2020年，何立峰从发改系统把他外放到甘肃，原来甚至准备让他在21大前后接甘肃省委书记。他在甘肃管发展改革、财政、税务、粮食和物资储备，还兼着省委军民融合办主任。一个管钱、管粮、管国防动员的常务副省长，自己走进了纪委的门。他看到的可能已经很清楚，上面的何立峰保不住他了。现在墙外更直接，开始传何立峰本人涉魏晓东案待查，甚至连后手都已经开始传。上海市长龚正代理何立峰的国务院副总理，5中全会以后再增补政治局委员。墙外的人事风声已经开始直接讨论谁来接何立峰的位置了。蔡奇这边也一样，同一个爆料员最近又放出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而且把这次人事调整直接解释成蔡奇让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条件之一。墙外甚至还在传一些干部异常死亡。下面的人开始觉得习近平保不住他们了，这才是一个权力集团真正散架的时候。出了事儿谁救我？何立峰都自身难保，蔡奇都开始传让位，那我还替谁扛？能投案的先投，能切割的先切，能往下一套关系上靠的赶紧靠。那想让这场清算停下来，找谁？墙外爆料给过答案，能拍这个板的是温家宝。曾庆红已经替习近平去问过价了，问题是温家宝连面都没露。按墙外爆料，曾庆红这次北戴河串联带去的价码其实很清楚，习近平可以退，但是人别再抓了，别再往死里清了，账结到人为止，党接着往前走。可这个价对面没接，温家宝没有亲自出面，而是委托李瑞环代表他和胡锦涛去拜访元老。显然温家宝不愿意收手，他为什么非要拆到这一步？这得把时间拨回1989年，那一年赵紫阳倒了。5月19号凌晨，赵紫阳最后一次去天安门广场看学生，站在他身边的就是温家宝。很多人只记得广场上那张照片，真正说明问题的是照片背后的另一件事。这件事不是墙外爆料，是赵紫阳自己在回忆录改革历程里一字一句留下来的。赵紫阳被架空以后，怕将来被倒打一耙，说他自己撂挑子，就去找了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温家宝怎么回答的？赵紫阳原话记得是：中办实质上已经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如果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后果会很不好，希望他慎重考虑。您听明白这段话的分量了吗？中央办公厅党章上管着全党文件会议机要的那个总枢纽，在最关键的那几个星期里被人整个绕了过去。
谁的总书记职务怎么没的，哪些会算数，哪些会不算数，全在另一条线上安排。而坐在中办主任位子上的温家宝从头到尾看着，什么也拦不住。那年他47岁，他学到的那一课不是谁对谁错，是一个机制。真正有权力的人可以在关键时刻避开正常安排，决定谁下台谁上台，甚至决定哪场会算数。中办主任坐在总枢纽里也只能看着。顺便记一笔，37年以后，今天墙外传的是什么？蔡奇要让出中办主任，同一个位子又一次成了整盘棋的开关。再说一件事，赵紫阳被撤掉总书记以后，他身边很多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温家宝没有。赵紫阳下去了，他还是中办主任。江泽民进了北京，他仍然是中办主任。这个位置他一直做到1993年。当年李鹏是要处理温家宝的，是邓小平把他保了下来。保他干什么？邓小平那年5月31号跟李鹏、姚依林谈新班子的那次谈话，后来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篇名就叫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人可以换，改革这条线不能断。所以按这套叙事，邓小平留下温家宝是给改革派留了一口气。专门为保温家宝这层意思，邓小平没说过，公开材料里也找不着。可您想想，温家宝那几年做的是什么位置？胡耀邦下去的时候他在中办，赵紫阳下去的时候他在中办，江泽民进来的时候他还在中办。80年代最凶险的那几年，他就坐在风暴眼里。可是为什么赵紫阳倒了，偏偏我留下来了？这个问题他不可能没想过。37年过去了，这口气一直没断，可那件政治体制改革也一直没做完。胡耀邦没做成，赵紫阳没做成，邓小平后来靠一趟南巡，把经济这条线重新推开，可政治体制这扇门此后再没有真正打开过。1989年那会儿，温家宝还不到50岁，今天他83，他没有第二个37年可以等了。所以曾庆红想的是，习近平退了，仗一结，党接着往前走。温家宝想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件事，他想的是今天把习近平换掉，过几年呢，只要产生个人独裁的那个土壤还在，保守派还能卷土重来，下一个独裁者还会出现。习近平集团这一次自己把党内、军内、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全都撞到一起了，才撞出了这么一个能重新改规矩的窗口。这一回要是还只换掉一个习近平，不把生产个人独裁的那套体制拆掉，那么1989年他在中办亲眼看着的那一幕，随时可以再演一遍。邓小平当年把他留下来，最后还剩下什么意义？再退一步就没有下一次了。温家宝这条路走不通，习近平只剩一条道，绕开温家宝，去找还能跟温家宝坐上同一张桌子的人，那就是江家。可江家的门他今年已经敲了2次了。温家宝一笔账熬了37年，熬这个字其实咱们老百姓最懂，上头那些人熬的是权，咱们熬的是日子，是夜班，是一副得自己顾好的身子骨。普瑞堂的玄宝黑参这个东西也是熬出来的，顶级高丽参古法炮制，9蒸9晒，前后60多天，蒸晒到通体乌黑透亮，参香特别浓。好处是人参皂苷含量更高，燥性去掉了，温补不上火，切片泡水煮茶含着吃都行，口感回甘，自己补气血抗疲劳，给家里长辈备着都合适。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很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玄宝黑参，上不封顶，满1000送2根，多买多送。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好，咱们接着说。江家的门，习近平今年已经回去敲了2次，人家都不理。第一次4月30号，习近平突然到了上海，开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公开报道讲的是科技，蔡奇、丁薛祥都去了。可墙外自媒体盯上的是另外一件事，
他们说习近平这趟上海真正想找的是江家，甚至有一个版本说习近平和彭丽媛私下去拜访了已经在上海养老的王冶平，想请这位老太太出来说句话，替他跟胡锦涛、温家宝这些老人重新搭上线。最后给的结论都不是江家回头了，而是王冶平就算见了也不准备帮忙。后来墙外博主专门看了习近平回北京以后的安排，他说习近平4月30号当天晚上就离开上海回北京了，但是回来以后心情不好，五一假期过完，他居然没有马上恢复正常的公开活动，一直到5月12号习近平寺才出来接待外宾。这位博主解释的就很有意思了，上海这一趟没谈成，回来以后气不顺，索性就撂了几天练挑子。2个半月以后，习近平又去了上海。7月15号，他突然考察黄浦区一个老居民区。第二天，彭丽媛也公开出现在上海。这趟又被解释成习近平继续让彭丽媛帮助他拉拢上海这批老关系，结果还是无功而返。私下敲了2次，没人应，于是有了第3次，这一次是公开敲。8月17号，人民大会堂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当着所有元老的面敲这扇门，我把姿态做到这一步了，你们总得应一声吧。应没应看名单，退下来的正国级，主席台第1排坐了13个，可胡锦涛没来，李瑞环也没来。能拍板说清算可以停的那个人，能替他传这句话的那个人，一个都没进场。习近平把姿态做到人民大会堂这一步，等回来的还是一扇不开的门。不过江家这扇门，习近平当年根本不是自己敲开的，按墙外流传多年的说法，替他敲开江家这扇门的是彭丽媛，而彭丽媛跟江家的账比习近平的还要早还要深。一笔是恩王冶平那扇门，一笔是气憋了他10几年的一口气。先说恩的那笔，1980年彭丽媛才18岁，代表山东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包楞调《我的家乡沂蒙山》一唱直接震动北京音乐界。也是在这一阶段，彭丽媛认识了一个改变她后来关系网的人，赵青，赵丹的女儿，著名舞蹈家。网络上流传的消息说，彭丽媛后来认赵青做了干妈。这段关系形成的时候，习近平还根本没有进入彭丽媛的人生。为什么要提赵青？因为赵青跟王冶平关系很好，彭丽媛因此经常陪赵青去见王冶平，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顺序。江泽民夫妇先认识彭丽媛，后来才认识习近平。到了1989年以后，江泽民进了北京，再到90年代，这条原本普普通通的文艺界关系政治价值突然不一样了。墙外的消息说，江泽民本人一开始对习近平印象并不好，反倒是王冶平喜欢彭丽媛，觉得这个山东姑娘大气爽快，因此替习近平说过话。这是恩。可同一个90年代，同一个江家还给彭丽媛记下了另一笔账，气。气的那个人就是宋祖英。彭丽媛跟宋祖英结下疙瘩是在90年代后半段，从那个时候开始，文艺圈和海外慢慢出现另外一种传闻，宋祖英背后是他跟江泽民走得很近，后来甚至出现所谓中南海红卡、特殊通行证这类说法，说他能自由进出中南海。至少到2001年，这套故事已经白纸黑字出现在海外网络上。后来江泽民其人又把故事往前追到1997年，这时候彭丽媛的状态是自己的丈夫还在福建一级一级往上爬。那个时候彭丽媛还是红，可在这场比赛里已经不再占绝对上风，而这一压就是10几年，一直压到她自己的丈夫真正坐进中南海。2003年11月，宋祖英站上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个人独唱音乐会，中国民族声乐演员里她是第一个。墙外爆料说，彭丽媛到2008年是再也压抑不住了，也站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唱歌剧《
木兰诗篇。墙外自媒体给的解释直接得多。彭丽媛不甘示弱，也要有自己的维也纳，永不服输，争当第一。彭丽媛好胜到什么程度？墙外爆料讲过一个早年的细节，还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为了抢一间琴房，他跟女同学动过手。翻军队的编制表，彭丽媛其实一天都没输过。军队文工团分3级，总政歌舞团是总政直属第1级，海政歌舞团是军种文工团第2级。彭丽媛2009年当上总政歌舞团团长，宋祖英呢，2013年才当上海政歌舞团的团长。位子上赢遍了，可他压不住一个称号。那个传闻后来传到什么程度？海外舆论里，宋祖英长期顶着一个称号，第一情人。彭丽媛后来是名正言顺的第一夫人。可在歌坛最风光的那些年，未来的第一夫人未必压得住当时的第一情人。在那个圈子里，绯闻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而且真正难打的是宋祖英背后那套资源。2010年，宋祖英在上海办大型演唱会，发布会上介绍的总策划叫曾庆怀，曾庆红的亲弟弟，长期在文化系统活动，当过文化部特别巡视员。他不光挂名，还亲自上台要求在场媒体多拿出一点版面，多拿出一点时间支持这台演出。到了2012年，中国文化报报道他的演出，写的还是曾庆怀做总监，引的还是他要媒体充分报道的话。墙外爆料说得更直白，宋祖英能一场一场压轴，在媒体上大出风头，靠的就是曾庆怀在背后张罗。而彭丽媛恰恰因为政治身份变了，要一场一场放弃演出。爆料里那句原话是，彭丽媛心里最不服气的是宋祖英，最讨厌的是曾庆怀。从1990年宋祖英第一次上春晚到2012年习近平登顶，彭丽媛忍了至少10多年，一直等到自己的丈夫坐进中南海，局面才彻底翻过来。2013年8月26号，新华网发了条消息，经习近平批准，总政颁布新规定，文艺系统的文职干部不许再称将军。宋祖英那顶被媒体戴了多年的文职将军帽子被明令摘掉了。再往后，2014年的春晚第一次没有了宋祖英。从1990年那首小背篓算起，他一连上了24年，到这一年断了。当年官方的说法是档期原因，此后一年一年都没有他。墙外爆料给的是另一个解释，彭丽媛掌了权，宋祖英就没有上台的机会了。一个江家让彭丽媛输了半辈子的歌台，也让习近平赢下了后来最大的政治舞台。接下来看3颗钉子，一颗一颗对答案。第一颗，五中全会前后，何立峰的副总理动不动公正那个传言落不落地？第二颗，中办主任换不换人？那个位子1989年是开关，今天还是开关。第三颗，福建的刀停不停？要是连崔永辉那条爆料都坐实了官宣，那就说明今天这场大会一点缓刑都没求来。3颗钉子，只要落下一颗，就说明这场100年纪念是习近平磕了头，没人服。这里是江峰世界，咱们下期再见。